小时候被妹妹赶出属于我的家，没有他们，我依旧可以活得精彩万分，过好自己的人生。只是被赶出不太体面，我不喜欢。所以爸爸妈妈，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离开或者我留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被接回家的第1周，妈妈好像终于想起我这个女儿似的，带我出来逛街。原本顾圆也想来的，只不过下午有一个重要的钢琴比赛，她必须要去，这才终于让我和妈妈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还是忘不了她出门前在我耳边阴恻恻地说：“顾芳芳，你最好不要耍小心思，爸爸妈妈是我一个人的，你才是那个多余的。”顾圆讨厌我，从小就讨厌我，我们相差3岁，我是姐姐，她是妹妹。她很小的时候是不让我靠近她，一看到我就哭。等她稍微大一点，4岁以后是开始陷害设计我，包括但不限于把娃娃剪碎扔到我房间的垃圾桶，哭着告诉爸爸妈妈，掐自己留下痕迹给爸爸妈妈看，说是我掐的。怎么说呢？爸爸妈妈其实都知道，家里几千的安保监控系统不是白装的。但是顾圆是早产儿，刚出生的时候心肺功能不全，在医院保温箱1天1万，待了半个月才好转。因着这层原因，爸爸妈妈一向宠他，即使知道他面上一套背里一套，也从没教育过，总是安慰他还小，长大就好了。知道我委屈，所以背地里对我更好。被顾圆发现，顾圆大闹，我更委屈，一直循环着。直到他6岁那年，他对爸爸妈妈的占有欲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，我甚至不能出现在他的视线里。我一旦和爸爸妈妈同框出现，他就开始不顾场合时间的不停哭闹和摔东西。爸爸妈妈也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，但各项指标均无问题，医生只能说可以因为早产，在保温箱待太久，刚出生时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近身陪伴，对世界有极大的不安全感。这份不安演变成了对父母的近乎病态的占有。目前最好的办法只能先满足后缓解，让他的占有欲得到满足，才能逐步开始治疗。但治疗还没开始，他就已经无法控制了。2年级刚开学的时候，因为顾圆的存在，我比同龄的人稍稍早熟一点，但也只有一点，只是知道尽量躲着他，而不会实质性的去处理解决这件事情。温成就是在那个时候转来我所在的班级，成为我的同桌的。他看起来冷冷，年纪轻轻，但十足霸道小总裁的样子。我和他的关系好转，是因为一道数学题。就平日而言，他会在座位上不停地看书，写一些卷子。但那天很奇怪，他拿着笔半天没动静。我纯属好奇，霸道小总裁是被什么难住了？我就多嘴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不会吗？”他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3分淡漠，5分凉薄，2分漫不经心。好吧，只是我的脑补罢了。当时在看一些经典的网络文学，实际他只是看了我一眼，嘴里小声嘀咕着：“难道你会？”虽然我一直看似被顾圆欺负，但是离开顾圆的视线区域，我应得的爱一分不少，所以其实还是挺开朗一小孩。只有在顾圆面前畏畏缩缩，我是真的怕他哭，太吵了，吵得我耳膜疼。所以在我发现我一旦畏畏缩缩，他心情就会好一点，哭闹会小一点之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在他面前走上了伪装的道路。所以面对温成的小声嘀咕，我一点不带怵的靠过去看了一眼。5年中考3年模拟数学，
很好，初中数学我当然不会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向来是有求知精神的。于是拿起纸币，一脸自信地问温成那道。温成一脸不可置信的、瞳孔地震地看着我。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无非是我是不是真人不露山水之类的。我没管他的震惊，又问了一遍那道。他抬起手指指向这道题，我刷刷2下抄了下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冲向数学老师的办公室。有不知道的可以来找老师。1年级第1节课，老师们都是这样说的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漂亮的姐姐，她看到题之后倒是给我讲了一下，虽然我什么听不懂就是了，毕竟我只是一个2年级的小朋友罢了。但最好漂亮姐姐还是和我说，不用一开始就学习很难的东西。现在的芳芳小朋友对数学感兴趣，是比会做很难的数学题更让老师开心。她好温柔，我好喜欢。当然我也解释了，不是我是温成的，我对数学没啥兴趣，但是我好喜欢老师，所以会试着对数学感兴趣的。老师哽了一下，就让我回去了。回到教室之后，我就把老师写的解题过程给了温成。在那之后，他有不会的题，我都会帮着他抄下来，拿给美丽的数学老师。我这么美丽可爱大方的孩子，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可以拒绝我，温成也不例外。慢慢的，我成了他最好的朋友。3年级，我9岁，顾媛媛6岁。也就是这1年，我知道了为什么我的妹妹对我的敌意如此之大。也是这1年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经过1年的相处，我和温成的关系飙升，友谊已经可以不局限于校内了，偶尔放假也可以一起约出去玩。当然，对于2个3年级的小孩来说，经常去的地点就是图书馆，还有我们的司机叔叔陪着。1年下来，我家的张叔和温成家的李叔也成为了好朋友。回归正题，在一个天气还不错的周6日，我像往常一样随机挑选几个幸运儿约去图书馆。因为顾媛媛即使是周6日，我也很少在家，一般都会约上朋友出去。那周很奇怪，只有温成有空，还愿意和我一起出去。好巧不巧，当我和温成看完书从书店出来的时候，在商场准备找家店吃饭，刚好遇到了和妈妈逛商场的顾媛媛。当我们看见彼此的一瞬间，我明显看到了妈妈眼中的慌张和怒气，以及顾媛媛眼中几乎藏不住的狠毒。我不懂，年仅9岁的我不懂，为什么妈妈要对我产生怨气，妹妹要用那种恨不得刀了我眼神看着我。我停下脚本，原本想和妈妈打招呼的手，突然像灌了铅，举不起来，嗓子好像被卡住一样，发不出声。我就看着妈妈牵着顾媛媛，加速和我擦肩而过。那一瞬，我就知道，妈妈可能更爱顾媛媛吧。即使她爱哭，她爱闹，她不懂事，妈妈也更爱顾媛媛。我听到温成的声音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没事，只是我好像也不想爱妈妈了。我可以不爱我的妈妈吗？不是所有父母都是合格的父母，他们对不起你的话，不必要勉强自己。我很感谢他没有说什么父母给了孩子生命之类的话，而是告诉我你有权决定自己的爱要给谁。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我们将要分别很久很久，久到他即将忘记这句话。没关系，那一天我们吃到了很好吃的饭，我们很快乐地度过了那天。很庆幸那天有和温成一起度过的开心，否则我也会撑不下去吧。毕竟分别之后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看着顾媛媛发给我的微信：“姐姐，之前我只是讨厌你，不过之后我就是恨你了。姐姐，你完了。”
还有一张图片，是一张割腕的图。顾圆圆割腕自杀了。医院，芳芳，妈妈求求你了，妹妹的病情不能再被刺激了。妈妈把你送到外婆那里，过段时间等圆圆病情稳定了再接你回来好吗？我看着妈妈眼里的担忧，哀求，她有没有想过我的生活呢？外婆家很远很远，当年妈妈走了很久很久，从那里走出来，但没有把外婆接出来，现在还要把我送过去。我不懂，明明可以给我安排住校，可以给我在外面租个房子。我家虽然不是什么顶级豪门，但有自己的公司，公司盈利很好，现在也没有遇到什么经济危机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要把我送走呢？把我送到那个离最近的县城小学有10几里的村子里。我没有不喜欢姥姥的，但是我不是傻子。相比于我现在可以享受的资源来说，到姥姥那里是对我们家、对我的未来最差的做法。妈妈很聪明，不会想不到。所以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让我活得更辛苦呢？我看着妈妈身后的病床上，顾圆圆睁开了眼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用口型说：“姐姐，温城是我的，我要你永远离开。”我看着眼前的母女，突然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，完全不在意的感觉，真好啊！妈妈姐姐，我不要做好姐姐、好女儿了，反正你们也并不需要我，不是吗？我要和姥姥搬到县城里，村子和小学离得太远了，我上学不方便，也没有医院。姥姥年龄大了，有什么头疼脑热，在村子里很麻烦。每个月5000，直接打在我的卡上就行，可以吗？妈妈，妈妈松了一口气。芳芳，你真的是妈妈最懂事的女儿。然后蹲下来抱了我一下。原本笑着的顾圆圆听着妈妈夸我的话，还抱了我，再也绷不住，把床边柜子上的杯子摔在地上，摔碎的玻璃片擦过妈妈裙子和鞋之间露出的小腿，一道红线在划开。妈妈以后的顾圆圆应该会让你更疼的。妈妈听到声响，立马反应过来，转过身去安慰她的二女儿。我伸手抓了一下，没有抓住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害怕看你的背影，你永远只会留给我背影。我转身出门，是赶来的爸爸。芳芳，爸爸叫住我，想和我说些什么。爸爸。刚刚小圆打碎了杯子，擦破了妈妈的腿。不过妈妈着急小圆的情况，应该还没察觉到。爸爸，你去让妈妈消消毒。她爱我，只是没那么爱我。所幸我不是很需要爱，我只想自己活得好。至于不让我好好活的，比如顾圆圆，自然是要处理的，只不过不是现在。有恩必报，有仇必偿。乌溪县6小，安静一下。我们班里转来一位新同学，顾芳芳，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顾芳芳，最近才到乌溪，还不太熟悉，之后可能会经常麻烦同学了。小朋友很少有人会对另一个好看的小朋友产生敌意。3年级的大家对外来者有隐隐的排斥。可是随着时间和交流的深入，外来者的身份会淡化。我的新同桌是一个很阳光的女孩子，晒得黑黑的，但牙很白。你好，新同桌，我叫何安汉。何安汉，你的名字很特别。顾芳芳，你好，同桌。我果然从来不看错人。何安汉真的很阳光，很开朗。我原本以为到这里没有什么娱乐设施，在学习之外多少会有点无聊，但有了何安汉之后，那几年真的很快乐。很巧的是，他家就在我和姥姥新家的隔壁。他的妈妈何阿姨是个很好的人，担心我刚来人生地不熟，经常让何安汉带我出去玩。乌溪没有我喜欢的西餐，但就城区中心的张妈炖牛肉很香，30就可以吃得很饱。
乌溪没有高端时尚的服装店，但即使25一件的衣服好看又好穿。乌溪没有夜晚的五光十色，但到周边的农田搭个帐篷看星星真的很美。芳芳，你准备去哪个大学呀？时间很快，永远不要沉迷于眼前的美好，因为美好放下仇恨的人，一般第二天就会被仇家刀了。京大也是你还是要回家去的？不是，我不是去加入他们的，我是去拆散他们的。何安汉不现在叫何安了，因为名字经常被笑的何安，在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因为考到了乌溪最好的初中，何安强烈要求下把汉去了。你呢？我体大呀，体育特长，不去体大去呢，挺好的。到时候去了京城，我请你吃饭。说好了呀，一言为定。我很喜欢慢节奏的生活，可是我要的是我可以自由选择。被驱赶到这里这个仇，我要报。顾媛媛，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大的恶意，但是无非就是爸爸妈妈和温成。听说我的妹妹这几年为了追温成，可没少丢脸。奇奇怪怪，难不成是什么重生穿越女？微信声音响起来，是温成的消息。温柔体贴但有病版。芳芳，你是去京大还是华大？我真的很好奇，顾源究竟是怎么想的？现在的科技又不是只有见面才能交流感情，本来对温成没有特别的感情，既然能让顾源怎么放在心上，我当然也要放在心上了。所以我被送走之后，非但我们友情没有断掉，反而靠着小弟财儿童电话手表，我真的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。他的寒暑假还会来乌溪找我，他的微信头像也是我和他的背影。听说他看到温成的微信头像之后发了好大的脾气呢，随手回给温成京大。很期待顾媛媛知道那是我之后会怎么样。欢迎回京城，比告诉爸爸妈妈的早几天回来，是温成来接的我，早一些回来做准备。虽然这些年有姥姥和何安我过得并不差，可是这不代表顾源就没有做错事情。这次回来当然要给他一点惩罚了。我和姥姥都不是大手大脚的人，这些年爸爸妈妈给我打的钱没花完的攒下来也有不少一笔，我把一半留给了姥姥，另一半就是我的新生活的启动资金了。哥哥，我没地方睡，你家酒店给我打个半价呗。我拉着温成的衣服，为自己的小金库出卖一点点色相，不过分吧？不用这样。好哇，不愧是我人帅心善的温成温哥哥呀，对我的再造之恩没齿难忘啊。我还没说完，他就上来捂住我的嘴，讨厌得很。闭嘴，再丢人我就丢你了呀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掰开他的手，我不说话了，手在嘴前划过，示意温成我手动闭麦了。车上每天有个宴会，顾家也会去，我带你去。温成自从知道我的遭遇之后，简直比我还想让我打脸顾家，可能他偏爱打脸爽文吧。我想了想，一开始就和温成一起的话，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，我自己去吧。好。温成答应了之后，又补充：我不一定可以全场看顾着你，如果我不在，给我打电话或者找肖汉。好的呢，亲爱的温哥。温成又不理我，低头看他手机去了，无语，不知道手机有什么好看的。开车的李叔听到后面的动静，好像闷笑一声。不一会到了酒店，扭头和温成告别的我被清爽的薄荷味包裹了。温成抱了我，芳芳，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，不要一个人憋着，好不好？我抬手安抚地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好，不会出现意外了。温成没有抱太久，就放开了我，然后匆匆走了。如果我们看到他红的不正常的耳尖的话，他看起来还蛮镇定的。
她真的好可爱呀！穿着高定礼服的我真的好漂亮。在妆造室完成造型的时候，温成都看呆了，脸红红的很可爱，实在没忍住掐了一下她的脸，手感不错。小霸总也在护肤啊。回归正题，慈善晚会，我看到的爸爸妈妈和顾源，几年不见，爸爸妈妈真的老了好多呀，不像我越来越漂亮了。顾媛媛和我同一个父母的人，也很难不好看。看起来精神状态倒是比小时候好了很多，起码应该不会一言不合就狂摔东西了吧。我也看到了温成，一身高定白西装很帅，没有任何女伴，和温叔叔一起被围在人群中央，他现在一定烦死了吧。当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走向温成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去看顾媛媛的神情，果然一脸要发疯的前兆。妈妈好像察觉到不对劲，拉了顾源一下，要发疯的人怎么可能拉得住？那个女孩子掏出手机加微信的时候，我看到顾媛媛动身了，她快步向温成走去。好戏开场哟，这不是陈家的二小姐吗？前段时间不是刚出国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顾媛媛一句话，首先拉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放假出国散散心罢了，又不是什么稀罕事。不会顾二小姐还没出过国吧？我听到旁边的人为我补齐了故事背景。这位陈小姐在网上炫富闹大了，差点查出来陈家贪污，被送出国避避风头。但顾源因为精神问题不可以坐飞机，气压变化会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状态。第一轮，陈小姐险胜，也是，毕竟我也没什么需要散散心的，心情一向很好。陈小姐因为什么需要散心啊？顾源故作惊讶地捂了一下微微长大的嘴巴，有点夸张，但效果很好，一波贴脸开大，哈哈，也没什么。平时在公司帮家里干点事情，有点累了，确实不像顾二小姐，没有压力还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这位陈小姐确实厉害，一句话把之前发生的舆论带过去，还随便攻击了顾媛媛的病情，确实厉害。第二轮，陈小姐胜，眼看顾媛媛还想说什么，但是被赶来的妈妈拦住了。不愧是陈小姐，前2天和陈太太吃饭的时候还聊到她养了个好女儿，口齿伶俐，能力超群，而且平时生活特别简洁，可让我羡慕坏了。不像我家这个，从小被我养的心思单纯，稍显骄纵了些。和阿姨，这说的是什么？顾小姐可不骄纵，可爱得很。陈小姐当然没办法说长辈什么，只能应下这些看似夸她，但其实处处戳她脊梁骨的话，只好补了一句顾二愚蠢的可爱。第3轮，顾媛媛外援和解，我的妈妈获胜。妈妈，你护着自己女儿的样子真霸气呀，可惜我从来没见过呢。妈妈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要选择保护谁呢？我从暗处走了出来，光线礼服上细碎的光芒温和不刺眼，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向了温成他们所在的位置。走到顾媛媛、妈妈和陈小姐的位置的时候，也没有绕开，毕竟他们堵在温成的正前方。微微低头，礼貌一笑，打扰一下，我需要过去一下，可以麻烦让点位置吗？顾媛媛和陈小姐都下意识退后一点，妈妈不太确定地看着我，应该是觉得我眼熟吧。阿成，怎么才来？等你很久了。温成上前扶住了我，挽着我的胳膊，看起来亲昵极了。不对，本来就很亲昵，不是看起来，近看的话，他好像更帅了。正微微犯花痴的我，被一道声音打断了。你是谁？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是顾媛媛。陈小姐是体面人，看到温成对我的态度之后，朝我们礼貌一笑就告辞了。
我的妹妹还真是宁可让人看笑话，也不压制自己的不爽呢。妈妈，妹妹，我是芳芳啊，怎么不认识我了吗？甜甜的朝他们笑了笑，看到顾媛媛的表情变了又变，还没等她张嘴，我又说道：妈妈，我不是联系过你们吗？我考上了京大，最近刚回京城，还有点不熟悉，这几天阿成陪我熟悉熟悉。看着顾媛媛铁青的脸，我知道她不爽，可是我更不爽啊！我10岁那年，爸爸妈妈的手机就再也打不通了。回来温成告诉我是顾媛媛，又用自杀逼着他们把我和外婆的电话都拉黑了，并且不许打给我们。其实他想让爸爸妈妈把给我的生活费也断了的。可是我和外婆，一个是他们的妈妈，一个是他们的女儿，一个有赡养义务，一个有抚养义务，所以最终生活费还是打给我们了。顾芳芳，你凭什么？滚出这里！你去死！看顾媛媛又发疯了，她尖叫着把手里的酒杯摔过来，就像小时候在医院病房那样。可是现在不是小时候，怎么还一点长进都没有？遇到事情只会大喊大叫。温成转身揽住了我，把我与酒杯炸开的碎片隔开。不要害怕，我在。我拍了拍他的胳膊，示意他让开。我怎么会害怕呢？妈妈，妹妹情况可能不太好，要不要带妹妹回去休息一下呢？我满眼对顾媛媛的担忧看向妈妈，她知道该怎么选。毕竟顾媛媛再待下去就要影响顾家的形象了。之前顾媛媛在私下怎么闹都没关系，可是如果在这么多圈内人面前闹，事情就大了。芳芳，妈妈这段时间忙，还没空去看你，过段时间爸爸妈妈一起去。好的，妈妈。我点头表示理解。可是妈妈，过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我10岁的时候，你说的就是过段时间来接我，可我现在都已经快20了，都自己找到回来的路了，你们还没来接我。我闭了闭眼睛，看着妈妈揽着顾媛媛远去的背影。妈妈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之后我再也不要看你的背影了。我留在宴会中，继续和不认识的叔叔阿姨们交谈，毕竟顾家只能是我的，现在交流总是没有坏处的。深夜酒店房间，温成抱着醉醺醺的我回到我的房间。他们好讨厌，我讨厌他们假惺惺的，明明是来看我笑话，还装得人模狗样，一群垃圾。喝醉的我回到安全让我放松的环境，总是会说出一些真情实感的话。好好好，都是垃圾。芳芳抬一下脚，我帮你脱鞋。拖鞋？我的拖鞋是粉色小狗，你的拖鞋什么样子啊？温成好像笑了一下。蓝色小狗是你买给我的，我是粉的，你是蓝的，粉色和蓝色好配呀，就像我们也很配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很对。快睡吧。好哦，晚安，程程宝贝。晚安，芳芳宝宝。第二天早上，砰砰砰，是我在疯狂砸床。那么好的机会，睡什么睡？为什么不直接亲上去？最后为什么没看清？说芳芳宝贝的温成一定超级可爱好吗？气死了，气死了！就在这个时候，套房的门被敲响。芳芳起来的话就出来吃早饭吧。尬住了，还好只在心里吐槽了一下，没说出来。可是也很尬呀，他怎么还在呀？他怎么不走啊？都怪温成，尝一下这个海鲜粥，让大厨提前熬的。温成递给我一碗闻起来就十分香甜的海鲜粥。可惜了，我可不是什么白粥小姐，不会因为一碗粥就有家的感觉。我接过来刚想说你，声音同时响起。我昨晚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？你昨天很安静，很乖，很好，我们一如既往的默契。芳芳，叔叔阿姨说联系不到你，就联系我，托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回去一趟，和他们吃顿饭。
联系不到我，笑话我电话不还在他们黑名单里待着吗？无语，无非是看我和温成关系不一般，想插一脚捞点好处。离谱，这周六吧，该有个了断了。好，我送你去，我去停车场等你，你快结束给我信息，我们去吃火锅。好，会很快的。我走进他们选的一家高级日料店，可是他们一点都不知道，我最不喜欢的料理就是日料了。爸爸向来是不说话的，这场事的双方是我和妈妈。爸爸妈妈，妹妹怎么没来？我们一家人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。你妹妹有比赛在忙，下次有机会再吃。芳芳也回京城了，以后机会多的是。那天晚宴到现在，爸爸妈妈很忙吗？对呀，爸爸的公司最近有个项目很棘手，这不才抽出空，是吗？昨天还在朋友圈看到爸爸妈妈陪妹妹去露营呢。芳芳，你妈妈是想说我怎么知道吗？我看的温成手机呀，毕竟你们虽然没加我的好友，但没屏蔽温成啊。爸爸妈妈这些年我很想你们，你们想我吗？芳芳妈妈，我先说吧，我怕今天不说之后就没机会说了。刚去的时候，我问外婆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？外婆说等我考试全满分的时候。等到我全满分了，我发现你们把我和外婆拉黑了。我又问外婆，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？怎么才能让爸爸妈妈爱我？外婆说，你考到京城，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就会爱你。现在我努力考到了京大，那天很漂亮的出现在你们面前，可是只有妈妈抱着妹妹离开的背影。爸爸妈妈，你们真的爱我吗？我看到爸爸妈妈的眼底出现了动容。芳芳，你是爸爸妈妈的孩子，我们怎么会不爱你呢？只是更爱顾圆圆罢了。我在心里帮他们补上后半句。芳芳，叮铃铃，未完的话语被电话铃声打断。我看到了备注是圆圆宝贝。妈妈还在犹豫要不要接电话，我看着她，等待她做出选择。最终她还是拿起手机准备退出房间接电话。我先她一步站起，把手搭在妈妈的肩上，不用那么麻烦，我离开就好了。转身离开，这次是你们看我的背影了，再见了。没关系，之后就是我一个人了。笨蛋，怎么看不见我在这里？温成正靠在店门旁，我出来的时候确实没有看到他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给你发信息再来吗？只是觉得你出来的应该回想看到我。谢谢你。出来之后看到你的感觉很棒，我扑到温成怀中，很温暖，很喜欢。大二那年，顾家子公司的资金链在崩溃的边缘，面临破产和并购两个选项。顾河其实挺厉害的，当年开日料店的时候，这个公司就有支撑不住的迹象，居然硬生生支撑到现在。忘了说，顾河就是我爸爸。想了想，掏出手机打给我助理，每天安排一场会议，针对方圆传媒的收购。好的，顾总。至于我的公司很简单，用这些年攒下钱，投了几只股，小赚了一点，开了家小的广告公司，福利待遇给的不错，吸引来很多人才，带着我发了一笔。顾家广告起家，所以我很早就准备收购方圆传媒了。他们传统广告的资源很不错，并购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不错的机会。而且这个名字我不喜欢，我更喜欢南方传媒。收购很顺利，毕竟这家子公司对顾家而言只是累赘罢了。芳芳，是我妈妈。我知道，您的号码我一直都记得。有什么事吗？过年回来一起吃个饭好吗？顾圆圆也在吗？芳芳，圆圆已经彻底疯了，你能不要再怨她了吗？不能，疯不能作为赔罪。妈妈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芳芳，这么多年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，知道就好。
你们不是合格的父母，再见。我知道他们俩都在电话那头，可是我一点都不想原谅他们。刚到无锡，我害怕打雷的时候，是外婆一遍遍拍打我的背哄我睡觉，被其他小孩欺负，是何安护着我。想吃京城的好吃的，是温城不远千里带到无锡。我有很多很多爱，不缺他们这些迟来的。现在的我并不需要的。毕业之后的某一天，精神康复科，我是来看顾圆圆的。听说他是知道我和温城在一起的消息，被刺激的受不了，直接疯了。但是我觉得其实他早就疯了。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。最近我的脑海中总是出现我从来没见过的画面，是顾圆圆乖乖喊我姐姐的，抱着我撒娇的。真奇怪，明明从来没见过，却那么真实，仿佛好像我曾经真的有这样一个乖巧的妹妹一样。隔着玻璃窗，我看着顾圆圆嘶吼着，我才是主角，不应该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啊！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她会在小时候还没接触过温城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名字，还是他只能是他的主角吗？我低头自语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没明白。我只想知道我的真正的妹妹去哪里了。低头的我没看到病房里的顾圆圆，脸上突然安宁下来，看着玻璃外的我，没有出声地说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这次还是没能保护好你。”回到公司，温城正在办公室捧着一束向日葵等着我。为什么今天是向日葵？今天的我需要一点鼓励。向日葵，勇敢追求幸福。你需要鼓励的话，为什么不找我？需要花泥，需要花给我勇气来找你。顾小姐，今天是我们相识的第15年，我们相恋的第5年。请问可以成为拥有顾小姐合法伴侣身份的第1天吗？傻子，可惜民政局要下班了，今天你没有办法成为我的合法伴侣了。我看着温城即将破碎的表情，捏了捏他的脸。真的是小时候怎么会觉得他是小霸总呢？明明是大傻子。明天吧，我们明天去。顾南番外，其实故事很简单，我是顾南，我有一个漂亮的姐姐叫顾芳，她超级聪明，考上了全国最厉害的大学，而且帮爸爸把公司管理得超级好。还有一个姐夫叫温城，对姐姐很好，听说他们从小就认识，一直暗恋我姐姐，长大了才告的白。还有对我超级好的爸爸妈妈，我一直很幸福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会突然陷入昏迷，醒来之后就会发现我干了很多伤害姐姐的事情，甚至还勾引了姐夫。这个家好像快因为我散了，我很害怕。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只能在清醒的时候和姐姐说，和姐夫说，和爸爸妈妈说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因为我在不清醒的时候干了太多不好的事情，除了姐姐，没有人相信我。再一次醒来，我看到的是姐姐一身血迹，我的手里拿着充满了血的刀子，是我杀了姐姐。不是这样的。在我崩溃的瞬间，我看到我的旁边站了一个透明的东西，他说着什么，不应该呀，我怎么被弹出来了？系统，你什么时候怎么垃圾了？他旁边有一个金色的小球，机械的声音监测到任务世界 bug 系统弹出宿主身体，任务失败，小世界即将重启，任务宿主系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这就是我的生活变成这样的原因吗？可笑，简直可笑！在知道真相的时候，我也眼前一黑，陷入昏迷。再次醒来，又回到了小时候，而且我没有对身体的控制权，只能看着那个陌生的灵魂用我的身体对姐姐做不好的事情，但也慢慢知道了事情的全貌。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小说世界，
姐姐和姐夫是这个世界的男女主，这个灵魂是更高级世界来的任务者，他的任务是攻略温城。但任务者进入小世界的身份与时间完全随机，加上我的意志太强烈，所以发生了上辈子的事情。慢慢长大，我发现我可以让他和系统断联一段时间，以及影响他的情绪，所以我让他越来越疯，越来越失控。原本是想让爸爸妈妈厌弃我，去对姐姐好。但是这个任务者向系统兑换了 buff， 只对爸爸妈妈生效，所以对不起姐姐，再来一世我还是没能保护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